情绪和心态双双崩溃的萧长坤，最后是哭着下了飞机，又哭着打车来到酒店的。在豪华酒店躺平了1天1夜的马兰，看到萧长坤像个孩子一样哭着刷卡进了房间，整个人也是惊得说不出话。倒是萧长坤一见马兰，仿佛看到了心理寄托，哭着扑进马兰的怀里，嚎啕道：“老婆，那姓裴的把我耍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”马兰被萧长坤这扑怀大哭的动作搞得有些错愕，旋即才赶紧拍打着他的后背安慰道：“别哭了，老公，不就是个狗屁书画协会吗？咱还瞧不上呢，听我的，以后咱不去了。”萧长坤哭着说：“可我瞧得上，我想去啊。”马兰一阵气恼，原本还在轻拍萧长坤后背安慰他的那只手，立刻滑到他的腰间，趁他不注意，在他腰上狠狠地拧了一把。哎呦！萧长坤吃痛大叫，又气又委屈地质问：“你掐我干什么？”废话！马兰冷着脸训斥道：“我他妈好心安慰你，你反过头来给我唱反调，那你自己上一边哭去吧。”萧长坤更是委屈，反问他：“你就安慰我一句，就不能再多安慰我一句吗？”马兰摆摆手：“就那一句，多不了一点儿。”说完，他一脸鄙视地说道：“萧长坤，你说说你，50多的人了，这点打击都受不了，说出去我都嫌丢人。你知道我当初在贝德福德山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扛下来的吗？”萧长坤下意识地问他：“怎么扛下来的？”马兰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都不惜地跟你说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”萧长坤更郁闷了，瓮声瓮气道：“我都这么惨了，你还总是骂我。”马兰道：“骂你怎么了？骂你是你活该。我跟你说，萧长坤，咱俩这次出来是度蜜月的，你把我扔在这，自己跑了1天1夜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是能就此翻篇儿，咱俩就在这儿好好玩。你要是走哪都要挂着那张死了妈的脸，那你赶紧再订最早的飞机票，自己滚回去。”萧长坤见马兰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，无奈长叹一声：“好好好，我翻篇还不行吗？”马兰点点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萧长坤嘴上不再说，心里却更加郁闷，这辈子没踩过这么大的连环坑，一时半会根本消化不掉，此刻却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。此时此刻，叶晨正开车到萧初然的公司楼下，等着接他下班回家。韩美晴忽然给他打来电话，一开口便问他：“叶晨，你岳父怎么样了？我给他发微信，他也没回，没什么事吧？”叶晨道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我岳父岳母去迪拜旅游了，还没回来。怎么了，韩阿姨？”韩美晴道：“我下午收到书画协会的公告，说是你岳父从书画协会离职了。虽然说是你岳父自己辞职，但结合之前传出的铜佛的事儿，感觉又不太像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书画协会内部出了什么矛盾。”萧长坤从书画协会离职，倒是让叶晨有些意外。他之前让张二毛曝光设局的内幕，主要是想给萧长坤一点教训，另外也让他真正知道疼的滋味。不过在他的预想中，萧长坤这次虽然丢钱又丢人，但书画协会的裴会长至少会给他留一个无关痛痒的职位，让他起码还有点事做。但没想到书画协会忽然就宣布他离职了，这确实是他没有预料到的。于是他对韩美晴说道：“韩阿姨，我岳父没跟我提起这事儿，要不是您打电话来，我还不知道他已经离职了。”韩美晴感慨道：“以你岳父的性格，以及他对书画协会的重视程度，这次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离职，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，估计心里一时半会都接受不了。我也不好问他，更不好劝他，你尽量关注他一下，别回头心里再出什么状况。”韩美晴虽然对萧长坤已经没了那份情愫，但毕竟是多年同窗兼老友，心里对他还是比较关心的。给叶晨打电话，也是怕萧长坤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。叶晨心里纳闷，那个裴会长按理说不该把萧长坤踢出书画协会，毕竟留着萧长坤就等于还留着洪五爷以及天香府这条线，用处还是非常大的。相比之下，
稍微顶着点压力给肖长坤降个职处理一下，其实根本不算什么难事。而且叶晨也没想让肖长坤被书画协会扫地出门。他跟马兰经常吵架拌嘴，要是他在家闲着，家里说不定整天鸡飞狗跳。不过他倒也没有想太深，而是对韩美琴说道：“韩阿姨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旁敲侧击一下的。他这个人爱面子，您知道，要是他不跟我说，我也不好直接问。”这倒也是，韩美琴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不过他既然在国外旅游，想来应该会好一些，玩起来心里也就没那么烦了。”说罢，他对叶晨道：“那行，叶晨，这件事你想办法关注一下吧。阿姨还有个事儿要咨询一下你的意见。”叶晨道：“韩阿姨您说。”韩美琴道：“你贺叔叔说你是我们婚礼的证婚人，所以他在婚礼前一天想请你吃顿饭，保罗和知秋都会一起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”方便。叶晨想都没想便答应下来，道：“贺叔叔定好时间地点告诉我就好。”行。韩美琴笑道：“那阿姨就不打扰你了。”韩阿姨再见。叶晨这边刚挂了韩美琴的电话，洪武紧接着便打电话过来。叶晨顺手按下接听，洪武便有些紧张地说道：“叶大师，我跟您说个事儿，我可能是用力过猛了。”叶晨反问他：“什么事儿用力过猛了？”洪武道：“哎呀，就是您岳父的事儿，您不是让我晾着他一点吗？我就没给他什么好脸，他给我打电话说想订天香府的包厢，我也给他拒了。”叶晨道：“这不无所谓的事吗？他跟张二毛勾兑那种事情，你是张二毛的老大，于情于理都会对他有所不满，拒他也很正常。”洪武赶紧道：“哎呀，叶大师，我本来也以为这个态度应该拿捏得挺好，结果他们那个裴会长给我打电话，我也没给他好脸。他跟我说会给您岳父尽可能的保一个副会长的职位，我就对了他一句，就说这跟我有毛关系。我当时也没多想，就直接把电话挂了。结果刚才听张二毛说，您岳父从书画协会离职了，所以我估摸着，那个裴会长之所以没保您岳父，估计跟我电话里的态度有关。”哦，叶晨恍然大悟道：“怪不得，我还好奇裴会长怎么这时候落井下石，原来是觉得我岳父没了靠山，失去了利用价值。”洪武尴尬不已地问道：“叶大师，我是真没想到，随口一说，结果事情会是这么个走向，所以我打电话给您，就是想问问您的意思，看看我要不要跟裴会长再提一嘴。”叶晨想了想，道：“先不必了，我岳父估摸着现在正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候，让他在黑暗里多待待吧，说不定能在黑暗里练就一双寻找光明的眼睛。等他从迪拜回来，我再想办法让他重回书画协会。说实话，我恨不能把我丈母娘也塞到哪个协会混日子去，这样也能在家乐得清静。要是我岳父再赋闲在家，家里肯定天天鸡飞狗跳。”洪武忙问：“那您看要不要我提前做些工作？那个裴会长的电话我有，您要是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跟我说一声，我立刻跟那个姓裴的打个招呼。”叶晨道：“算了，你也别给姓裴的打招呼了。早些时候老陈被安排去燕京接替唐管家职位之前，有没有给你交接一下他在金陵市里面的关系？”唐四海失踪之后，叶晨把陈泽楷扶上了叶家大管家的职位，他原本在金陵的代言人身份就给了洪武，想来以陈泽楷的行事风格，应该会把自己在本市乃至本省的所有资源都交接给洪武。洪武忙道：“交接了，陈总那次去燕京之前，已经把市里和省里的关系都带着我对接了一遍。”叶晨道：“好，你找一找省里面主管各文化协会的负责人，看看能不能搞清楚那个裴会长下一步想往哪升。搞清楚之后，把他这个上升通道掐断。别看书画协会只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团体，其实放眼整个华夏，文学艺术界的团体性质都大差不差，但是民间团体的规模和级别越高，话语权和社会地位也就越高。如果一个人能在大协会里身居要职，那他自身的级别也是非常高的，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另辟蹊径的仕途。
就跟大多数人高考走的都是正常普通路线，而少部分人高考走艺考、体考路线的道理一样。裴会长一直谋划再上一步，但这个人的人品现在看来也确实不怎么地。之前为了迎合萧长坤，力排众议，把他这个水平有限的业余爱好者带到了常务副会长的高度，俩人整日形影不离，好的跟亲兄弟一样。现在萧长坤闹出丑闻，洪武刚表示出一点冷淡，他裴会长就立刻落井下石，跟萧长坤划清界限。这一手玩的确实不厚道，与其这样，那倒不如就把他死死地按在书画协会，后续再找机会让萧长坤回去，俩人继续当难兄难弟，谁也别嫌弃谁。